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英雄志江湖热血史诗传奇，武侠剧热潮即将来袭。当今之电视剧荧屏已很难见到纯粹的江湖热血武侠剧。最近播出《华山论剑之南帝北丐》《华山论剑之九阴真经》《华山论剑之五绝争锋》《华山论剑之东邪西毒》这4部改编自《射雕英雄传》的番外篇武侠剧。我看了部分剧情，虽拍摄制作有一定水准，但还是没有以前那种传统的热血江湖味道。说到这，就让我想起了作家孙晓的那部《英雄志》。这部小说我看完了全部，但还没完结。这部小说可是金庸、古龙之后再度集江湖家国热血情怀的武侠小说。2006年的时候已经改成电视剧，拍到中途因资金问题停拍，在后面的2012年重启，张纪中重点投资该剧，再因改编版权问题搁置。10年后的2023年再度重启，而这一次已经全部拍摄完成。英雄志历史背景上虚构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动荡时代，以景泰朝与正统朝权力更迭为主线。这次全40集的故事，也只是改编拍完了整部小说的前大部分，毕竟小说还没完结。要完结，除非孙晓亲自把未完成的内容放到这部剧的第2部里进行剧情填坑。导演是拍出过《刀客家族的女人》《老马家的幸福往事》等作品的杨文军导演，编剧是万明明和于人。主线故事围绕关海云、远4位主角的命运纠葛展开。一张记载前朝秘辛的羊皮卷引发江湖与朝堂的腥风血雨，串联起造反、政变、殉道等史诗级冲突。卢云的故事线10年前的寒门书生开始蜕变成文武双全的儒侠，受皇帝赏识，拥有肝胆相照的兄弟和爱人顾倩熙。故事转折点之为就义襁褓婴儿，舍弃前程，兄弟反目，痛失爱人，被迫流亡。10年后重返故地，发现物是人非，兄弟秦仲海承怒苍山反军首领，杨素官掌权镇国铁卫，推行铁血统治，爱人顾倩熙嫁与杨素官，自己沦为朝廷罪人，额留刀疤，被世人视作怪物。最后以死谏方式怀抱炸药冲击象征高压统治的巨佛，试图唤醒世人，完成精神殉道。顾倩熙，扬州才女，卢云未婚妻，10年间抚养卢云所救婴儿杨神秀，后为救父嫁与杨素官，创办书斋批判朝政。杨素官表面温润，实为修罗王，推行大人不仁的酷政，与卢云理念对立。秦仲海因家族被冤杀，喊出老子天生不服管，反出朝廷，领导怒苍山起义。演员阵容与角色上有很多亮点，诚意儒侠典范，文状元武宗师，坚守正道的悲情英雄，被誉最后的圣光。李一桐才貌双全的奇女子，从闺秀成长为批判朝政的独立女性。正业成风流司郎中到权倾朝野的修罗王，童年阴影造就其冷酷权术。王千源西凉捕快朝廷武将，在忠义与权力间挣扎。萧顺尧怒苍山义军首领，反抗暴政的叛逆英雄。张若楠此人是江湖势力紫云轩的继承人，地位显赫，天生丽质，外貌出众，气质脱俗，机智过人，兼具谋略与行动力，后偶遇卢云而对其心生情愫。其他主演上还有邱心志、王志飞、于荣光、高鑫、柳云龙、何赛飞、周晓鸥、包尚恩、陈意涵、季晨、翟小星、靳松、汪铎、侯梦瑶、张嘉倪、赵文浩、宁小花、李新泽等老中青3代共同出演，新鲜感十足。场景上复刻明代市井风貌，水墨风打斗场景融合实拍战场，动作设计拒绝慢镜头，强调武术实战感。
社会议题上探讨何为英雄，从贩夫走卒到帝王将相，皆可谓乱世中的英雄。甚至在拍摄完成后，曾被央视点名全网推荐。原著粉丝何成毅等演员粉丝更对此剧寄予厚望。改编上也有挑战，比较原著篇幅宏大，剧版平衡权谋，武侠与人性深度，尤其秦仲海抱刀断腿、宁不凡一剑破万法等名场面还原度受关注。取自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一道耀目光芒，穿透英雄志的纷乱江湖与倾颓庙堂，恰如其分照彻了卢云那孤绝而卓然的身影。他非是横空出世的传奇，而是这四句真言于浊世中艰难行走的肉身。为天地立心，卢云胸中自有一方天地，其心即是正道标尺。他屡屡以卑微之躯对抗庞然大物，为含冤小民感悟权贵，在怒苍山面对昔日恩师与兄弟，内心煎熬如沸，却仍不肯背弃朝廷法度，直至最后更不惜以性命为祭，力阻杨素官那包裹着雷霆手段的变法。这非愚忠，而是他心中正道的绝对律令。正道就是做对的事。他并非不知变通，而是将道义置于一切之上，以一颗赤子之心，在混沌世间苦苦支撑起一片精神苍穹。为生民立命，卢云的双眼始终向下凝视着芸芸众生。从扬州任上一个小捕快开始，他便将民为贵刻入骨髓。即便贵为状元，身陷修罗场般的朝廷漩涡，他所思所想仍是苍生疾苦。他痛斥杨素官变法的冷血本质，非为私怨，而是看清了那万骨枯的代价。他甘愿成为棋盘上的弃子，为天下百姓争一线生机，哪怕被误解、被唾弃，亦在所不惜。这份虽千万人无往矣的担当，正是为生民立命的绝佳诠释。为往圣继绝学，在武力称雄、权谋肆虐的世界里，卢云像一块顽固的礁石，守护着儒家人羽翼的精神火种。他饱读诗书，更以生命践行圣贤之道。当秦仲海喊出老子天生就不服管的叛逆宣言，当杨素官以大人不人为冰冷权术辩护，卢云却始终执拗地高举着孔孟的仁义大旗。他并非不知世道险恶，而是在绝望的泥淖中，仍坚信人的力量是维系人间不坠的最后绳索。这孤独的坚持，正是对往圣绝学最悲怆的继承。为万世开太平，卢云的悲剧性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力量的渺小与时代洪流的不可逆。他怀抱开万世太平的宏愿踏入仕途，却在权力绞杀中遍体鳞伤。他的变法理想被现实无情粉碎，最终只能以死谏这最惨烈的方式，试图惊醒世人。他没能成功缔造太平，甚至自身亦成为乱世祭坛上的牺牲。其纵身一跃的决绝身影，如投向黑暗的一道闪电，以毁灭的方式完成了精神的不朽。他以个体的毁灭，昭示了理想的价值，为后世留下一个关于正道与牺牲的永恒叩问。这未完成的开太平，恰恰因其悲壮而具有了震撼千古的力量。卢云，一个在崩坏末世中以身殉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未完成的圣徒。句号。他的故事是理想主义在残酷现实面前的悲歌。若想追踪定档消息，可关注豆瓣剧集页或官方微博。这部融合江湖热血与儒家精神的史诗，是将掀起新一轮武侠热潮。